又想跟新人看。美国2米巨人拳王嘲笑中國人太瘦小，中国大力士冲上擂台，3秒连轰9拳，将其当场打斷脖頸，徹底看呆武僧一龍。好，各位新的觀眾朋友們，您現在正在收看的是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超級大戰，沒有錯，中國大力士大戰美國的2米巨人拳王。好，我們看這個家伙，右邊的這個家伙長得的確很高啊！賽前這個家伙對着媒體鏡頭更是當眾大放厥詞。我實在是搞不清楚中國人為何都像瘦狗一樣矮小。這麼說吧，就算他們跳起來，也只能打到我的膝蓋，而我只需要一低頭就可以打爆他們的狗頭。面對他囂張的態度，中國大力士李龍霸氣出山。好，我們的李龍才23歲啊，小伙子非常年輕。而對方的盧卡斯啊，眼前的這個美國特種兵巨人拳王呢，他已經是33歲，身經百戰，有着極強的一個實戰經驗啊，所以說本場比賽我們的李龍呢還是要小心。好，我們看一下比赛已經開始，我們仔細看紅方選手，紅色褲衩中方選手李龍，藍方選手藍色褲衩便是美國巨人拳王盧卡斯。我們看雙方，哦呦，一上來就扭打到了一塊兒，看來今天李龍的這個火药味啊還是非常濃的。好，這場比賽湊成的因素，觀眾朋友們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那原本這個盧卡斯呢，原本是來中國挑戰張志磊，我們的磊哥，但是張志磊呢是籌備着和喬伊斯打2分戰啊，所以說沒工夫搭理他，所以說這個盧卡斯就和武僧一龍打了一場，沒有想到這個盧卡斯的重拳險些把武僧一龍給打死。所以說情急之下，我們的中國大力士李龍也是霸氣出戰。那麼這場比賽也是為了給一龍報仇，那同時也是維護住我們中國拳壇的榮譽。我看一下雙方又一次打內圍。那麼比赛開始，李龍的這個戰術還是非常的明顯啊，盡可能的是打中近距離，漂亮，又來了。因為對方的臂展很長啊，所以說打遠距離呢我們是要吃虧的。那麼當時對方的盧卡斯是把武僧一龍的這個額頭打出了一個6公分的口子，沒有辦法，那武僧一龍只能是選擇了棄賽投降。才一開始那個上勾拳的力量也是很足的。哎，李龍的出了低掃，你看他打完了拳以後，馬上有一個膝撞在上面。你要他的頭部的腰閃是吧？這個盧卡斯是靈活。哎，這個後手拳很危險啊！好在這個李龍是特別要做自己的頭部的防守。又是一個原地飞膝。是的，原地飛膝被李龍還是看出來了。双手報價放得很穩。好，我們看比賽第一回合，還有最後1分鐘的時間。這個盧卡斯的確在身高和臂展上這個優勢還是很明顯的，但是後半段我們看李龍也是放慢了進攻節奏不着急，因為這個比賽的話是有3個回合的啊。那麼一般來講，拳擊賽第一回合都是雙方試探的一個階段。好，漂亮，又來了，再度殺到內圍。以小博大的比賽尤其是這種重磅級別的，一定要小心了。因為雙方選手都有可能會一拳KO 對手，這個拳擊技術的體現李龍的正蹬，你看這個後手打中，這應該是個後手板或者後手。好在這個李龍抗架能挺強的，對，頂住了。對方也是還以了一個低掃，又想一個原地飞膝，李龍也是还以颜色。来一個孤掌止膝。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打得非常的精彩。那麼在第一回合，我們的李龍呢也是不斷的逼近對方內圍，讓對方的盧卡斯發揮不出自己臂展上的優勢和身高上的優勢。对方在不僅在中國這麼狂，據說他在別的國家也很囂張只要到了哪個國家就瞧不起當地的人。但是據我所知他好像最瞧不起的就是我們中國人因為他擊敗了武僧一龙。因为在这个美国流傳說武僧一龍是中國最強的人因為他是少林武僧。好，那既然一龍不行，我們就看一下我們的李龍今天到底行不行。
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2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因为对卢卡斯来说，因为被2次读秒，他要挽回来呀，必须得要在第3回合 KO 李龙啊。对，卢卡斯现在感觉体能还是游刃有余啊。哎，迎击。 上勾拳打进来了，李龙现在把对方逼到。因为在这个西撞的这个技术环节当中，这个卢卡斯有优势。李龙的话，他不用其實出西的話，不用跟對方拼西法。對，他的西法沒有意義。動手直拳，對方西法明顯要強過李龍，但是李龍的拳法也比對方更好一些，他的殺傷力更強。殺傷力強。是的，對方這個前手拳還是值得關注一下的。抗擊擋能力還是不錯。 對，李龍熬過這一回合，他還是有很大的贏面啊，只能這麼說。因為第2回合他消耗了太多的體能了。現在李龍要把手拿起來，放好頭。對，他報價放低，就證明他體能出現很大的問題。又來一下飛膝，他這方面他一飛膝，你只要一防，這個反擊就有機會。所以這種大級別比賽可能就是一拳，整場被動，我就一拳就能解決問題啊，只要打到了。 哦，你像他那個飛機，你一看到他一起，我一個下去，接着後拳就打出來了。李龍在第3回合出拳的頻次更低了。好，我們看一下比賽第2回合，雙方已經過去了半回合的時間啊。那麼李龍今天的狀態的確不錯，雖然說小夥子實戰經驗並不是很豐富啊，但是這個打起拳來，他的氣勢啊，絕對是不輸對方的啊。好，我們看這個時候，李龍還是在尋求一些個能夠 KO 對方的機會。好，連續掃踢，掃踢是很難防的，但是李龍的這個掃踢呢，看起來並不是很厲害，啊，他還是拳法比較重的選手。好，李龍連續推進，把對方逼到龍邊。好，小心對方飛機，哦呦，哦，抓的就是你這個機會。我們看，盧卡斯已經是搖搖晃晃，李龍剛剛這一拳是打飛了對方，裁判也是毫不吝嗇的送給了對方一次讀秒。那麼剛剛這一拳也是打出了水霧，我們看，汗水橫飛，哦，所以做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對，這樣給李龍就機會了，給機會了啊！但是不要急，不要急。對，對方的前手刺拳的穿透性還是在的。哇，後手大輪擺，過來了，連續進攻，裁判終止比賽了。哇吼！觀眾朋友們，一波連續的重擊，裁判終止了對局。沒有錯，2次讀秒，讓對方徹底是失去了反抗的意識。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精彩的 KO 回放，我們的李龍，哇哦，連續的重擊，打的這個特種兵拳王啊，腦袋像一個撥浪鼓一樣啊，看得非常的解氣。好，讓我們再次恭喜，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這是什麼情況？張志磊竟然被擊倒了，還險些被現場裁判當場判負。這在張志磊的職業生涯當中，絕對是屈指可數的存在。在賽後接受採訪時，張志磊更是直言表態，這是他有史以來遇到過最強大、最危險的對手。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戰。好，我們來看一下眼前這名選手，便是今天的美方代表。我們看這個家伙，黑得發亮啊，這個腦門啊都黑得發亮了，像個燈泡一樣。不過此人的來頭呢，的確是不簡單。據說呢，他是拳王泰森的親傳大弟子啊，得意門生胡安·古德。好，那最近這個胡安·古德呢，的確是風頭正旺啊，有着一個6連勝的戰績。那為了這個衝擊7連勝，這個家伙表示說呀，我得挑個軟柿子捏。包括他的團隊啊，也告訴他，你也挑個軟的啊，挑一個最好打的，100%能贏的。好，那觀眾朋友們，您猜他挑了誰？沒有錯，他挑了我們眼前的中國巨人張志磊。好，中國巨獸張志磊，1983年出生於我們中國河南省的周口市，而且在2008年時，張志磊呢還拿到過一塊奧林匹克，也就是奧運會的銀牌。當時因為一些小插曲啊，導致呢這個錯失金牌。但是今時不同往日，張志磊呢雖然說當年錯失了金牌，而現在的他已經成為了世界冠軍。雖然說現在我們看張志磊已經是世界冠軍了，但是他一路以來的艱辛歷程啊，那是相當之難。在一個被黑人和白人統治了數百年的重磅級別拳壇呢，他單槍匹馬的殺到了世界之巔，真的是很厲害啊，不得不敬佩他。好，觀眾朋友們，閒話少說，我們看一下，哇哦，雙方不比還好，哈哈，一比的話，對方的確是啊，從一個5大3粗的壯漢站在張志磊的面前，好像是一個未成年的小孩啊，好像是個小學生。
好，沒有錯，比賽開始，讓我們看一下黑方選手紅色戰袍，中方選手張志磊，紅方選手黑色褲衩啊，來自於美國的選手胡安·古德。雙方的這個身高差距上的確是很大啊，而體重上差不多都是125公斤，所以說對方看起來的話可能會更加的敦實啊。好漂亮，前後手的組合。張志磊並不是很擅長打這個組合連擊啊，他更比較擅長打這種高質量的單擊。對方的這個戰術啊很明顯，那麼貼過來和張志磊打內圍上的一些個碰撞，那很顯然這是一個相對來講比較慫的打法。而賽前這個家伙表示說啊，這個捏死張志磊就跟捏死一個柿子一樣簡單啊。好，你看又來了。张志磊的這個步伐還是非常的細膩啊。實際上現在的重磅級別選手呢，不像當年了啊，很多是非常笨的。現在的重磅級別選手啊，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步伐。可能是沒有當年打得那麼兇狠，但是技術層面上來講呢是有所提升了。裁判給到了對方一次警告，那讓對方呢是不要過多的進行這個摟抱啊，又來了，又想摟。這個家伙是怎麼拿到6連勝的啊？我們現在有點懷疑對方是不是花錢打假賽了。好漂亮，張志磊連續的左手平勾啊，這個拳還是很重的啊。張志磊是個左撇子啊，所以說我們仔細觀察他的左手拳更重。好，最後30秒鐘的時間，難得能看到張志磊打得這麼靈活啊。我們看他的出拳頻率以及他的搖閃的頻率都很高。因為這場比賽張志磊不需要擔心體能上的問題，因為他不再是什麼8回合或者說12回合，而是一場4回合的對局。好，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非常的精彩。我們的磊哥呢，可謂是火力全開。那以往看張志磊的比賽呢，是循序漸進的慢慢去打，而今天的話这有所不同了啊。能看得出來，張志磊的確被激怒了，因為被對方的這個黑人選手當成了二流選手啊，還被當成了軟柿子，那張志磊的確很生氣了。但是到頭來我們看，第一回合對方是絲毫沒有討到甜頭，而且被打得也是很慘。那麼之前我看到評論區有人說張志磊是不是天生就是個禿子？好，觀眾朋友們，那這個謠言不攻自破了啊！可以看到張志磊的這個毛髮還是非常濃密的啊，只不過後期呢為了打拳方便也是為了更好的散熱啊，所以說把這個頭髮都給剃掉了。好，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2回合的精彩對局，精彩的表現，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啊！那對方不出意外的話，應該還是會採取這個貼身哦，這個家伙甚至想抓我們啊，要小心，這是一場拳擊賽啊，並不是綜合格鬥比賽，這裡是沒有摔跤的。好漂亮，前手的點刺，連續直拳哦，打得很準，連續的錘擊。那麼剛剛長達5秒鐘的一個進攻啊，對方是完全沒有做出任何的反擊。那麼這個雙方在戰力水平上的差距啊，還是很明顯。好，又來了。好漂亮，張志磊的前後手組合，這個拳打起來是很快啊，而且我們仔細能聽到現場。張志磊這個拳擊的聲音呢，也是非常的清脆。
那麼目前來看，对方可以說完全不是张志磊对手啊。我觉得本场比赛哦漂亮，又是连續的組合連擊，很難招架得住啊。好，比賽的第2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對方依舊是沒有拿出一個比較有效的戰術。張志磊的話是一次又一次的用自己的前後手點刺對方啊，漂亮！再來，哇哦，就光是這個點刺啊，對方就有點招架不住了。虽然說这裡的拳呢的確是非常的重，但是對方的這個抗擊打能力啊也的確是非常強。我們看，已經吃了很多拳了，但是打不倒，而且目前為止的話，並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這個讀秒啊，或者說擊倒。还有最後30秒鐘的一個時間。現場的裁判多次的阻攔，也沒有給到對方太多的一個好的休息的機會。哇哦，這個聲音啊，聽起來非常的悅耳啊，很清脆。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2回合已經結束。那麼這場比賽，如果說第1回合對方挺慘，那麼第2回合就是相當之慘了啊！被張志磊呢是全方位3分鐘的吊打，對方的出拳次數跟反擊次數呢可以說是屈指可數，幾乎是沒有任何反抗的餘地。那並不是他不想，而是說面對張志磊這個強大的壓迫力以及超長的臂展，他是沒有反擊的空間的。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3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ability to accelerate a little bit, and most of all, we've talked about this at length. He's very relaxed there. That's a very difficult thing for most big men to be. 对方還是在不斷的偷拳啊，那麼來到近身之後呢，不斷的用擊斧和一些個小手段啊、小伎倆來蹭點數分數。那麼這個的確啊，是張志磊是不屑於去這麼打的。包括我們看，在雙方在打到內圍之後呢，張志磊幾乎是不打對手啊，盡可能先推開對方。但別說啊，對方的這個背影看起來真是有一點泰森的這個意思啊，有點這個身影。但是作為泰森的門徒啊，對方是的確啊學到的東西啊並不是很多。這一回合張志磊的話進攻節奏上是放慢了一些，盡可能是抓一些個好的時機。因為在前2回合呢，的確是打得相對來說啊太兇了，而且我們看張志磊這個時候的大喘氣的狀態已經出現了啊。Third round scheduled for heavyweights. I'd like to see some body work from either of these guys, but particularly the heavyweight project, as well as uppercuts. Like when Good is inside like that, I mean, you're kind of trying to throw a half-hearted breast uppercut. All we've seen from the Chinese heavyweight is that strong left. Well, Doug, that's one of the issues about being a two-time. 好，最後1分鐘的時間。雙方這一回合呢打得還是不溫不火啊，並沒有像前2回合那麼兇。實際上重磅級別選手的對局呢，這個出拳次數啊都不是特別多，只是本場比賽張志磊在第2回合啊，尤其是第2回合這個進攻上啊，出拳次數太多了。那麼現在的這個狀態才是正常的這個重磅級拳壇的較量。
那么，即便本场比赛裁判对对方的这个黑人选手进行了多次警告，但是对方仍然是不为所动啊。你看，抓住每一次能够搂抱张志磊的机会。本场比赛双方也是缠缠绵绵啊，打的是你侬我侬。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3回合的苦战已经结束了。那麼在第3回合，張志磊呢是放慢了節奏，那感覺應該是要為第4回合做一個鋪墊了啊。所以說，觀眾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啊，大概率在第4回合，張志磊有可能要 KO 對手了。那也是本場比賽的最後一回合了，千萬不要錯過。哦呦，什麼情況？張志磊。那麼比賽開始第4回合，張志磊竟然被對手打倒了一次，要小心。這是重磅級別的較量，所以說雙方呢都是有重拳。讓張志磊看起來的話問題不大，要穩住。本場比賽還有最後的2分鐘的時間就要結束了，而對方的黑人選手通過擊倒張志磊之後呢，對方發現了有機會有希望。所以說我們看現在這個家伙也開始了主動的進攻。那這個階段的話，雙方的體能呢都是下滑的很明顯了。而且通過一次擊倒，張志磊這邊也是有所防備啊，所以說對方想再次擊倒張志磊幾乎是不可能了。而且張志磊也很聰明，也是主動像對方一樣加強了這個摟抱。前3回合的話，張志磊呢都是分數上遙遙領先，所以這一回合呢隨便打，即便是打得不好也無所謂。好，最後30秒鐘的時間，雙方對方已經是累得不行了。那麼雙方在最後一回合，你看這個摟抱的時間非常之多。好漂亮，張志磊左手的重擊，好漂亮，再一次。實際上這一回合雙方如果說沒有那一次擊倒的話，張志磊的分數還是要更高啊，因為對方雖然說出拳了，但是打得非常的爛啊。好，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終於結束啊，真的是有驚無險。雖然說在比賽的過程當中呢，發生點小意外啊，張志磊在第4回合呢開局被擊倒了一次，但是應該是沒有問題，因為在本場比賽的前3回合呢，張志磊的優勢那是相當的明顯了。好，讓我們恭喜我們的中鋒選手張志磊獲得了本場比賽最終的勝利，打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給力。好，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哎呦，效果！注意看，比死神方便還猛的中國散打王橫空出世，3拳2腿 KO 2位世界搏擊冠軍，徹底看呆武僧一龍。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眼前正在出場的這一名選手呢，就是號稱比死神方便還要猛的中國山東散打名將曹魯健。10場戰績50勝6負，其中包括26次 KO， 並且曾經連續獲得過8屆山東省的散打錦標賽冠軍。那麼他的這個戰績的確是非常輝煌了啊！可以說任何老外和他交手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好，這場比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曹魯健今天的對手，來中國踢館的便是英國的自由搏擊冠軍3冠王奧格勒斯。好，沒有錯，他也是不遠萬里從英國呢跑到中國前來踢館。那麼在英國他已經是南巡敵手了，所以說也希望遇到過更強大的敵人。哇！我們看這個家伙，比賽沒開始的很興奮啊，先給自己來上2拳。那這個行為的話很少見了啊，觀眾朋友們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個小子狂犬病發作了。來自中國的曹魯健，南方選手是英國的奧格勒斯。比賽現在開始。好，我們仔細看，比賽已經開始。紅方選手白色戰袍，中國小將曹魯健；藍方選手黑色褲衩啊，他就是英國3冠王奧格勒斯。
好，双方一上來的話也是進行腿法上的一個交流。两個人這個腿法都不錯啊，都很厲害。那麼賽前這個奧格勒斯也說了，今天就是想來會一會中國散打王的腿法怎麼樣。打方便沒機會了，因為方便已經退役了，那就試一試這個曹魯健怎麼樣。看來他對自己的實力還是非常的自信。這個英國人啊都挺狂的，其實。我3年前見過他的比賽，當時他沒有這麼個身高，那時候身高也只有1.85米左右的，力量沒有這麼大。那時候打75，現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組合很有這個力量。在之前的風馬奧格勒斯的比賽當中呢，風馬的身，这個擊負有效果了，再來。本場比賽還開局不到1分鐘啊，我們看這個奧格勒斯已經是半跪到了地上，沒有錯，這拳應該是有爆肝。我們看裁判也是毫不猶豫啊，送給了對方一個好禮物，那就是讀秒。看曹魯健能否擴大戰果，連續的打了屁股拳，連續攻擊肋部。現在這個成了對方的軟肋，對，這成軟肋了啊！就是軟肋，這真是軟肋，連續攻擊同一個地方。他現在有意識想下壓來守這個地方，但是很難。他說這個打腿動作啊，今天的這個曹魯健打得太兇猛了。今天這個曹魯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說奧格勒斯以往的身高優勢不復存在。而且曹魯健不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過人。這個80公斤實際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魯健最有聰明的，对，加强要腿法的进攻，要上头，因為你身高1.88米，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頭動作。這場比賽曹魯健可以說在身形方面還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盡了優勢。這個開局很好，這畢竟是曹魯健第一次來昆仑決大比賽。對，我特別喜歡。我看這個上勾拳，對，同樣有風險的，因為80公斤有力量的，打出一拳就可能失焦。剛才我們看到英國的這個奧格勒斯一個上勾拳打中了曹魯健。奧格勒斯的內圍戰呢還是非常的獨到，但是呢，曹魯健大開大合，並不給奧格勒斯機會。這很浪費體能的呀，曹魯健。對，你看，右手上勾拳，你看沒有？又打一個上勾拳。這倒計時還有10秒，对，双方能否有？咱也非常漂亮，有点可惜了。好，觀眾朋友們，比賽馬上要來到第2回合了啊！對方的奧格勒斯打得非常難受啊，因為他平日裡呀引以為傲的身高和臂展，今天在曹魯健這1.88米的大高個面前啊，全都不復存在了。在第1回合，曹魯健是拿到了絕對性的一個優勢，而且還有一次成功的讀秒。所以說，接下來只要我們穩住的話，本場比賽肯定會獲得勝利了。而且這腿法的進攻，對了，看到對了，連續3拳，哎呀，這個曹魯健進攻很全面，然後你再出拳就對了，對，這樣就有機會。但是馬上直接後腿打了，後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這種擺拳了。曹魯健還真的有實力，對，腿也很重。是的，這個時候奧格勒斯呢防守顯得有一些的軟綿無力，畢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魯健低掃。好，我們看比賽的第2回合，曹魯健連續的砍腿，讓這個奧格勒斯啊，的確是有點痛不欲生的感覺了。而且曹魯健連續的砍腿呢，這個效果呀也是非常的明顯。好，連續砍腿，哎呦，這個腿法勁兒太大了。我們看奧格勒斯這個時候還能不能站起來？看情況應該是夠嗆了，看一下能不能站起來，走2步啊，走2步，看一看你還行不行了。不行了，觀眾朋友們，裁判終止了對局。趕緊啊！擔架有擔架上擔架，有輪椅上輪椅，給這哥們兒給他推回英國去吧！啊，非常的精彩。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曹魯健在比賽第2回合的這個對手。那麼，相較於上一回合來講呢，這個家伙啊是來自於新西蘭的拳壇老將，35歲的啊丹尼爾。上一場比賽，英國選手特意來找曹魯健來拼腿，而這場比賽對方則是來找曹魯健來拼拳。好，來看一下雙方這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這個是個老將了啊，比曹魯健也是大了好多歲。好，仔細看，紅方選手紅色褲衩，中方選手代表中國紅，曹魯健。那麼藍方選手就是來自於新西蘭的丹尼爾，杰梅。我覺得您還是保持了一個非常冷靜的心態。比賽呢，不到最後1秒鐘啊，任何情況都有可能。是。好漂亮！哦呦，前後手的輪擺力道很足，对方明顯是有點發慌了。
曹鲁健的身高啊，的确是很恐怖啊，1.88米的一个身高，无論是打哪個老外啊，都是很有優勢。我們看對方的新西蘭選手丹尼爾在他的面前依然是少了半頭。說不好聽點是爸爸打兒子啊，說好聽點是大人打小孩。雖然對方啊，我看到實在是給了強大的壓力，可是我們這中國選手年輕小將，他在比賽中確實打的還是步步為營啊，穩扎穩打。沒有錯，本次5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也是級別非常高的一個比賽，所有的選手世界排名包括交叉拳法，對我們在國家隊的選手成績都是非常優秀。我覺得王者之戰這一場上來，雙方選手都沒有太多的去試探對手。一個是呢直奔主題，再一個呢，他們還是就是注重實效的打法，就是避實就虛，避動就輕。正所謂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他們注重的是個有效的擊打，有效率更高，就志在必得。沒錯，我覺得雙方呢內部定的這個目標就是 KO 拿下 KO 對手。打挺。看看雙方這場的表現，曹魯健在我們的5戰第1場也曾經參加，獲得了勝利。好，距離比賽第1回合結束還有1分鐘的時間，我們看曹魯健連續的進攻啊，把對方逼在角落。這個時候，這個丹尼爾沒有辦法，只能通過摟抱來限制一下曹魯健的進攻。可以說本場比賽我在對方的身上是絲毫沒有看到任何一絲的挑戰者的這個氣勢，觀眾朋友們，我感覺打得非常的油滑啊，感覺他好像是擂台狩獵者啊，並不是來踢館的。好，你看又一次的摟抱，這種無用的帶摔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我們規則範圍之內，這並不加分。就是提前的這個預備是比較明顯。我們經常講的這拳擊中有個術語叫打電話，就是你拉開架子就給你一個對方的一個提示，就是我要做動作，我要打你了，所以我們叫打電話嘛，一個是動作很形象，再一個呢，這個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已經兩個有意莫待行，待行必不贏。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第2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要小心！我們看曹魯健在倒地的瞬間啊，對方也是站在我們的面前，這盯着我們啊，這是一種好，你看他還想把曹魯健甩飛在地上，但是很明顯啊，對方是有點搬不太動了。真是鬥智鬥勇，這個迎擊打非常好，好的，有機會，注意效果。剛剛曹魯健的這一拳，我只能用漂亮2個字來形容啊，也可以說是完美。好，那麼接下來還有2分鐘的時間，對於這個丹尼爾來講呢，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個階段了啊。那麼他想要耗費時間也很難。好，你看。通過這種卑鄙的手段啊，想要耗一下時間。這個丹尼爾表示說我不疼啊，說我自己沒事兒。那觀眾朋友們啊，這疼不疼啊？打在誰身上誰知道？哈哈，你不說，難道就代表你不疼了嗎？因為剛才這個有效擊打呀，它是連續重擊，所以呢，本場的這種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覺得曹魯健是有這個能力的，我們看得到的第2局。也是非常的主動，所以現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這個技術戰術的節奏變化。對方現在非常聰明，馬上跟你纏鬥。這個時候如果聰明一點的話呢，打游動，打游擊戰，拉開，對，拉開距離，拉開這個角度。就像您說的，還是不能輕視對手。在這個技戰術方面呢，要恰當的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掌握戰術變化。好，那麼現場的觀眾。也非常應該說呢，這個比賽應該是結束了。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非常的精彩。那最終這場比賽最終在第2回合，曹魯健也是用自己彪悍的重拳 KO 了這個來自於新西蘭的擂台挑戰者。對方信心滿滿，作為一個拳壇老將，想要和我們來這個會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點不自量力了啊。那也恭喜曹魯健獲得比賽的勝利，身高1.88米的這個壯漢啊，不愧是山東好漢。都說山東的大蔥啊，長得都比人高啊！以前我不信，現在我真信了。好，再次恭喜曹魯健。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我一直对少林功夫给我来劲！泰国百胜拳王提800万来少林寺踢馆，扬言少林寺若是能守住，全部捐给老方丈，绝不反悔。他是真正的少林弟子，自幼学習少林功夫，實力超群，號稱少林醉羅漢，曾苦練10年醉拳，打遍天下無敵手，和武僧一龍、一陳、一豹並稱4大金剛。這一次聽說有泰國拳王來少林寺踢館，他首當其衝，霸氣迎戰。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泰大戰。我們嵩山少林寺真正的武僧一虎霸氣出山，迎戰泰國的百勝拳王提球。好，這個名字叫提球啊，我看乾脆叫踢球算了。好，比賽將開始，這很明顯了啊，紅方選手光頭的便是武僧一虎，他是我們少林寺真正的武僧啊，人送外號醉羅漢。據說他曾經苦練了長達10年的醉拳，打遍天下無敵手。本場比賽他是作為狩獵者迎戰泰國的百勝拳王提球。好，觀眾朋友們，這次聽說有泰國拳王來踢館，據說武僧一龍，據說已經嚇尿了，根本不敢出戰，連現場的比賽都沒敢來看。觀眾朋友們，真把武僧一龍嚇成了一蟲。好，比賽開始了，看一下。雙方的身高上來講的話，我們的一虎還是有優勢啊。這場比賽要小心，對方的話是一個百勝泰拳王，而且他的抗擊打能力堪稱變態。據說比這個波球比這個羅唐還要厲害。好漂亮！哦喲，這麼重一拳打完之後對方是絲毫沒有晃動。但當然，武僧一虎的抗擊打能力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加持也很硬。好，這場比賽對方的泰國百勝拳王帶着800萬現金來少林寺踢館，揚言非要比一比少林功夫和泰拳哪個更硬更是狂言說如果打輸了，800萬全部捐給少林寺，捐給老方丈。好，這場比賽來看一下究竟是哪個更硬。不知道現在的武僧一龍是否躺在床上拿着手機看直播呢？偷學一下這個一虎的這個功夫。好，我們看對方的這個提球打法還是非常的放鬆，而且甚至有一點這個裝的意思雙手放得很低，這是對自己的抗擊打能力呢非常的自信。很漂亮，兩個擺拳這兩個擺拳打得非常重我先說也是。給對方一虎試一下沒事再來對方的這個提球呢還是非常老一輩泰拳選手的這個風格，以抗擊打能力著稱。實際上他的拳法並不是很好就是扛揍。一虎一定要防着對方的膝法泰國選手膝法是非常重的。好漂亮，連續的大擺拳。但是對方的確很抗打呀，這個重擊打到頭上沒有打暈。好，我們看比賽來到第2回合，雙方選手的話，這個比賽還是非常的激烈。第1回合相對來講呢，只是一個簡單的試探我們的武僧一虎打比賽講究是點到為止從來不會下狠手，而對方卻是自告奮勇說這個，要不然咱倆簽一下生死狀吧我怕我不小心打死你。對方的確是很猖獗，並不近身，也就說明呢，一虎對膝法還是比較，因為他體重，他的肌肉量比較大。好，我們看，哦呦，這個是少林寺的金剛拳打得非常的給力，大開大合，氣勢磅礴。我覺得一定要再穩一點，再打準一點我們看對方感覺是很放鬆但實際上他在極力的克制自己，讓自己呢顯得並不是那麼緊張，但實際上現在他已經很慌了又一個擺拳，漂亮，一個中了打晃了，一虎看來把握時機的能力還是不夠強。好，一虎還在找機會，一虎始終是想用自己的這個少林金剛拳打開局面，但是對方始終把這個距離呢把控得非常的遠。也沒有給到一虎呢太多的一個機會配合的距離還是很大的稍微差了那麼一點點。
我们少林功夫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觉得我们中国的选手啊，就是在让我这里，在之前我一直对少林功夫可能有一些 KO 了 KO 读秒了，对，好打 KO， 还是很晃啊！这个吃到一虎这个重拳之后，对方明显是有点站不太稳。那刚刚这一拳的確是有點意外，送給對方一些讀秒，但對方還是沒有投降，畢竟是800萬啊！如果打輸了就要捐給少林寺，所以說呢，還是有點捨不得。哇，百拳200拳，4個，又送5個，啊，漂亮6個，又一次，好，又一次。完了，朋友們看看對方已經站不太穩了，但是距離比賽結束還有20秒鐘的一個時間，但是我們看對方是否還要繼續。哎，他點頭了，表示還能打。哦呦，這個的確是很硬啊。好，看一下最後的10秒鐘，武僧一虎能否抓住這個時機？繼續連續的擺拳。哦呦，這一下應該是不行了，對方整個人躺在了地上，就算他能夠站起來，但是3次擊倒，那算是為一場 KO。好，讓我們恭喜武僧一虎霸氣衛冕。好，但是觀眾朋友們，接下來的這場對局呢更為精彩，也是武僧一虎的一場經典大戰。同時，他這一次也是代表少林寺。我們看他穿的衣服啊，包括他穿的這個褲子，都是我們傳統武術啊少林的一些裝扮。好，比賽開始了，看一下紅方選手就是武僧一虎，藍方選手是來中國踢館的，叫奧斯卡。觀眾朋友們，對方的名字叫做奧斯卡呀。好，我們看對方連續的擺拳。好，這場比賽很難得，雙方一上來打得非常的兇。那這個場面如果讓武僧一龍看到了，觀眾朋友們，搞不好又可能當場嚇尿了。好，之所以這麼的激烈啊，因為這場比賽的話，對方仍然是來少林寺踢館。那麼賽前對方的奧斯卡是拿着一個東亞病夫4個大字的牌匾來到了少林寺啊，說如果他打贏了，少林寺必須把牌匾換成東亞病夫；如果他打輸了啊，他願意剃髮為僧，來少林寺當和尚。想的都挺美，你想當和尚啊，你也不看看我們要不要你。好，我們注意看，雙方還是打得很兇，尤其是在拳法上。雙方在拳法上這種激烈的互拼呢，實際上對於體能上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考驗，就看誰的體能啊先用完。當然一虎這邊啊，我們是不需要擔心的，因為他本身呢有內功，同時他作為一個醉羅漢啊，他的這個醉拳啊很厲害。不好不好不好！漂亮！好，我們看武僧一虎開始了自己的反擊。那這個時候實際上也是熱身完畢了啊。好漂亮，這拳打得還是很重啊。上一場比賽我們就可以看出啊，打泰國選手我們都能 KO 他。那麼打這個手瘦馬桿兒，打這麼一個奧斯卡影帝啊，我們應該是沒問題。好漂亮，砍腿有效果了。對方明顯是有點晃，沒有錯，繼續砍。這個時候就要打蛇打7寸。不要左腳。
压到两边呀，别跟着往后面跑，压到。哦呦，什么情況？觀眾朋友們，這個是擊負拳啊，左手的一個擊負。我們看武僧一虎已經興奮的來了一個後空翻，這一拳應該是爆肝了啊，因為打得非常的重啊，明顯的看到對方是一臉痛苦的跪到了地上。但是我們看對方仍然是還沒有認輸，還要繼續打。對方的這個抗擊打能力確實是可以啊。好，我們看一虎。一虎的這個擺拳啊，的確是掄得非常的兇，這是個機會。哦呦，好，觀眾朋友們，讓我們恭喜少林武僧一虎。您覺得武僧一虎和翼龍誰更強呢？請打在評論區。給我狠狠的揍他，狗娘養的！比賽結束。注意看，中國擂台發生了一起慘絕人寰的命案。日本拳王揚言要打死中國選手，不料反被新疆小伙一拳打到重度昏迷。賽後搶救人員表示，根本救不活，就算救活了，也頂多算是個植物人。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戰。這場比賽的舉辦地點呢，正在我們中國啊，而且這個賽事方的舉辦目的呢，好像說是什麼紀念中日友好50周年，哈哈，但是實際上準備參賽的中方選手呢，早已經是摩拳擦掌，等待日本選手來送死啊，甚至啊，我們賽事方有的這個把急救車呀、擔架以及棺材啊，都準備的一應俱全，非常的全面。好，我們來看一下，首先登場的選手，他的名字叫做金子健啊，來自於韓國的一個選手。他每天4點鐘起床，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就是為了高強度鍛鍊啊。有人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啊？他表示說自己最大的夢想就是親自來到中國，打死一個中國人。好，沒有錯，他真的是很猖獗，但是總感覺他的名字不像一個日本人啊，感覺好像個韓國人。好，接下來有請我們的中方選手，他穿了一個非常神秘的戰袍啊，代表我們中國紅，他就是來自於中國新疆的選手烏蘭托勒哈茲。好，觀眾朋友們，據說這一次舉辦的賽事方啊，我們中方的代表人物已經是暗地裡開會了啊，和這些個中國選手開會說呢，誰要是能夠把日本選手打廢啊、打殘，或者說打去西天啊，獎金300萬，沒有錯啊，打得越狠，獎金越多。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的數據面板，雙方在身高和臂展上幾乎是差不多，年齡上是差了6歲，戰績上也差不多啊，對方的話是略好一點，但沒有關係啊，中國選手一旦碰到了日本人，那這個狀態和這個感覺啊和實力啊都會大幅的增長，具體為啥我也不清楚。那也許抗日這個設置啊，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的出場設置。好，比賽開始了，來看一下，我們仔細看。穿着白色戰袍、黃色拳套的選手呢，便是中方選手烏蘭。那麼藍色拳套的小雜毛啊，黃色褲衩，他就是金子健。哦，這個名字聽起來越聽越不順耳啊。金子還能健，哈哈，不太好聽啊，不太吉利。哎呦，這個烏蘭的拳很快啊，感覺對方的日本選手都沒有反應過來。賽前日本選手非常的興奮啊，他表示說呢，自己最大的夢想馬上就要實現了，甚至還準備好了慶功宴。但是這場比賽呢，我還是希望我們的烏蘭啊能夠拿到300萬的獎金啊，哈哈，希望他呢能夠打廢這個小日本。烏蘭搖晃出擊。他們之間已經打過一場比賽了，對於對手的特點都比較了解，所以說也沒有什麼可以等的，直接上來就，前手擺拳非常好。在我們中國國內新疆這一塊的確有非常多優秀的拳擊手，啊，烏蘭便是其中之一，而且他還很年輕，才25歲。這場比賽我們看他比賽開始身體上的調動啊，這個反應速度還是很快。日本選手確實比較兇悍。好漂亮！你看對方啊，呵呵，這個小胳膊小腿兒抓不住我們，他的胳膊太短了。
數据上跟两人看只差了1公分，但是比赛开始之后啊，真正打起来的时候，感觉对方哪儿都短啊，反正能看得见的都很短啊，看不见的估计也不长啊。好，烏蘭的防守相當。剛剛烏蘭的這個防守做得不錯，連續頂住了對方的這個進攻。實際上我們肉眼也能看得出來啊，這個小日本子，他的拳法力道很弱啊，這個拳頭軟綿綿的，要速度沒速度，要力量沒力量。拳迷朋友們可關注微信搜索並關注蓋世拳王，收看更多精彩拳賽直播。還有比賽還有最後10秒，第一回合馬上結束。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非常的精彩啊！兩個人也是進行了一個簡單的試探啊，還是比較的好看。中日大戰那肯定是不能錯過了。好，那麼雙方在第一回合也是打得難分難解，但是當然啊，這只是一個簡單的試探，接下來的比賽第二回合才是真正抗日大戰的開始啊！因為這個我們的烏蘭對對方的日本選手的打法跟風格啊也了解的差不多了啊。一般來講，拳擊賽事當中啊，第一回合都是熱身賽啊，也是雙方選手啊熟悉場地、熟悉對手的這麼一個回合。好，看一下我們的烏蘭在第二回合會有怎樣的表現。那麼裁判啊，他的教練告訴他呢，你應該反擊了啊，你應該主動去進攻，多打擺拳和勾拳。第二回合開始，好，首先烏蘭發動進攻，左直拳點刺。好的，日本拳手也展開了進攻，兩個都在中近距離。好，好，烏蘭的這個一組打得非常出色。雙方你來我往，大家互不甘示弱。哎，這下日本拳手打了後腦，這是規則不允許的。好，好，這個比較清晰有效的直拳。好，比賽的第二回合已經過去了一半的時間。那這一回合的話，我們看小日本子他的進攻上啊，這個金子健打得非常的兇啊，但是烏蘭的防守啊，還是我們說的做得很不錯啊。哎，打晃了。有效果，連續的重擊勾拳，哎呦，前手哎後手的平勾，結束了。我們看日本選手金子健這個時候躺到了地上不動彈了，一動不動，趕緊去寵物醫院請醫生來啊！這個動物的生命也是條命啊，該救得救。而且這是我們中國擂台，我們畢竟啊還是不想要發生這種命案。好，非常精彩，我的天哪，打得太快了。看來今天烏蘭這300萬的獎金啊，應該是要拿到手了。可以看到都很興奮，但是烏蘭的話面無表情，甚至不想這樣去看一眼。那麼賽前日本選手說自己最大的夢想呢，就是要打廢一個中國選手啊。但是今天他和烏蘭的這場對局，我覺得有可能會成為他人生當中啊最後一場比賽了啊，真不好說。因為你剛才真的是一動不動了。好，這是什麼東西？這不是擔架，好像是裹屍袋啊，包屍布。好，再次恭喜烏蘭。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啊。好了，咱們下期視頻，觀眾朋友們不見不散。
2米高的英國巨人拳王被中国大力士全场暴打，连续4次击倒在地，险些被当场打死。这个黑人选手非常的嚣张，在赛前的发布会现场，竟然对着媒体镜头比划出抹杀的动作。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他，更是凭借着强壮的肌肉和极具破壞性的低掃，橫掃了整個歐洲拳壇，所以根本就看不起中國人。賽前更是對着媒體鏡頭囂張狂言：“中國人在我的眼裡就是一幫矮小的侏儒。這麼說吧，我一根小拇指都能秒殺中國人。”囂張的態度徹底點燃了中方選手的怒火。來自於中國的天山巨炮阿斯哈提首當其衝，向他發起了挑戰。他是中國重磅級拳壇的大哥，連張志磊都對他的重拳讚不絕口。18戰績28場比賽當中，有20場是 KO 對手，是當之無愧的 KO 男神。曾經在擂台上把韓國選手的腦袋打出鵝蛋大的血包，幹趴在地，還把日本光頭加諾南重拳打斷手臂，看呆全場老外。好，各位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英大戰。好，我們看首先登場的這個大老黑沒有錯啊，來自於英國的巨人拳王丹尼爾·薩姆，身高2.23米啊，這個身高的確是非常的恐怖了啊。好，那麼接下來有請我們的中方選手，人送外號天山巨炮的阿斯哈提。好，那人送外號天山巨炮，為什麼啊？因為他來自於新疆，而且他的重拳啊 KO 率相當之高了，在過往的比賽當中啊，有着80%以上的一個 KO 率，曾經更是一拳把日本選手加諾南的這個手臂啊一拳打斷。可以說那場比賽把全場的老外都給看呆了啊！因為阿斯哈提，沒有人想到他的拳會這麼重啊，把一個拳男小鋼炮打斷了手臂。好，本場比賽馬上開始了，對方的英國拳王在身高上的確是有優勢啊，這個家伙長得很高。賽前對方的這個人高馬大的英國選手呢也非常的猖獗啊，他表示說呢，這個自己是參天大樹，我們中方選手在他的面前都是小侏儒。他跪下來都能吊打中國選手，哇！觀眾朋友們，他說他跪下來都能打我們啊！好，比賽開始了，對方的確長得非常的粗獷。好，我們仔細看一下，紅方選手阿斯哈提，藍方選手這個大老黑就是丹尼爾·薩姆。好，對方還好是薩姆啊，並不是什麼薩達姆。那當然，他們都是挺恐怖的啊，都是恐怖分子。是的，而且肌肉類型看起來非常不錯啊。哦，漂亮，很快前手刺拳。對，阿斯哈提這個拳擊功底啊，從這一拳當中啊，你看，變化喲，哎呦，高掃對手的這個整個的身體條件、身形決定了控制範圍。你看，對，腿啊，控制距離啊，對，控制距離非常大。近些年這個這種超重量級的選手的這個他們的技術動作啊、頻率啊，就是我感覺是越來越協調越快。是的。這就是一些大級別運動員隨着競技技術的發展啊，對自己身體的調節以及某些訓練的加強。是的。過去呢，我們看到大級別運動員更多只是力量，而現在一看，像王老師所講啊，其實不僅是力量本身了，技術呀以及協調性都有。對，他們的訓練體系更完善一些。對。我們看這個薩姆這個腿法的控制還是不錯啊。是的，一直沒有和阿斯哈提打中近距離，還是拿這個腿法在控制。你看，低掃。好，比賽過去了一半的時間。對方的這個薩姆啊，他的腿法很厲害，而且在過往的比賽當中，他憑借着腿法呢是 KO 了非常多的選手，而且是橫掃了歐洲拳壇啊。所以說本場比賽阿斯哈提千萬要小心。要注意啊，因為是8人賽啊。如果晉級的話，還要再打下一輪。對，你的支撐腿要注意。哎呦，這個是一個讀秒啊，不是讀秒，是失去重心。阿斯哈提發力了。突然之間，阿斯哈提就開始發力啊。在去年的晉級賽裡面，阿斯哈提是被去年的冠軍伊拉基一個高掃啊，對，重擊，非常意外啊，這高掃是。今年要注意啊。這丹尼爾·薩姆啊，還是要把距離控制住啊，你要輕易讓阿斯哈提進去，他這個拳法的優勢就發揮出來了。現在看這個薩姆打這拳啊，相對來說還是中遠的拳，一進去之後，你看
进去之後他沒有換拳的能力。這個丹尼爾薩姆這個面部對拳的反應稍微有點過激啊。對，你看啊，對，爆頭，沒有換拳能力，你看，對，腿法控制不錯，但一到中近的時候過於緊張了。好，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非常的精彩，不愧是天山巨炮。那麼阿斯哈提在第一回合用自己的重拳呢，把這個薩姆啊打得確實是很慘，對方也是被一拳打飛。但是很可惜啊，沒有 KO 啊，也說明對方的這個抗擊打能力啊，的確也很強了。好，那麼接下來看一下雙方比賽第二回合的精彩對局。那麼阿斯哈提呢，實際上是一個慢節奏型的選手啊，他的出拳次數並不是很多，但是每一拳呢都很重啊，都是重達千斤。我相信拳王泰森啊都不敢說他的拳比阿斯哈提重。好，来看一下双方比赛第二回合的精彩对局、精彩表现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支持中方選手，你也支持阿斯哈提啊，請您千萬不要錯過。好，看一下第二回合雙方的表現。比較小心啊，對方的這個推法的進攻頻率還是很頻繁啊。雙方就是一個拳法高手啊，對戰一個腿法高手。我們可以看這個阿斯哈提幾乎是能不出腿啊，盡量就不出了，把這個大部分的體能還是留到拳法上。漂亮，四拳打準進去。哎呦，這個丹尼爾薩姆這樣不對呀。對，怎麼打拳的時候只能是，你看這樣就危險了。對。你看，他只能打單個1個到2個的這種迎擊或者反擊動作，再多他就只顧爆頭了。是，所以對於阿斯哈提來說，你要控制這個節奏，打進去以後怎麼在他防守的時候把他這個防守打散掉。對，他就是所謂的這個你來我往。你看他沒有這個你來拳法上沒有你來我往的能力，他只有在第一下，不管是腿也好，還是1個拳到2個拳也好，只有那一下。對。打準，阿斯哈提，哎呦，这拳打透了。哎呦，觀眾朋友們，什麼情況？我們看這個薩姆整個人已經有點蒙圈了，因為這個沒有想到又被打倒一次。這個大級別的比賽啊，重磅級的比賽，看着的確是過癮。好，我們看，漂亮，又是個迎擊，阿斯哈提想要一鼓作氣拿下對手，但是要小心，一定要提防對方啊，也有可能要反擊。像大重量級別這種選手，他的這個重擊能力呢是很強的啊，不一定非得說打到下巴上才能擊倒。你像阿斯哈提啊，可以說是打到對方的任何一個部位都有可能會打翻對方。哎呦，這個打的就是頭的側部，對。而且其實剛剛這一拳並沒有完全用自己拳鋒最有殺傷力的位置打中啊，對，就能夠，這就是大級別的魅力。7、8，我看看啊，第二局裡面已經2次了，然後這一拳，哎呦，現在直接結束了，結束了，好啊。好，觀眾朋友們，非常的精彩。本場比賽僅用時2回合的時間啊，2回合不到的時間，阿斯哈提呢連續4次擊倒對方，被裁判終止了對局。那比賽規則很簡單，如果你在一個回合呢把對手擊倒3次，那麼這個比賽會直接判負。啊，本場比賽就是這麼一個邏輯啊。而且阿斯哈提本場比賽不僅僅代表自己，也是證明了我們中國人的實力啊，把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老黑狠狠的暴打了一通。然後恭喜阿斯哈提呢，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好了，咱們下期視頻，觀眾朋友們不見不散。裁定比賽結果，紅方選手在第2回合2分09秒 TKO 獲勝 ，and winner the red corner 1 by technical knockout。